那你想做不垂直的内容，你想做多元内容来取悦观众，破解的方法是嘴皮子，可问题来了，那算法怎么破解？你取悦了观众，观众买账了，可是算法不买账，又如何？你嘴皮子练得再好，你还得上推荐页，观众才有机会看到你。这个时候，这个让所有博主都头疼的大 boss，它叫算法。你拍一个绝世好内容，算法推荐不出去，没人会刷到你，没人点赞。就像你把周杰伦丢到人堆里，很吵闹，他唱的再好听，都得喝西北风。你得和算法谈恋爱，你要让算法知道你很稳定，你也很专一，持续输出能力很久，算法就会爱上你，他就会把你推荐给他爹妈，就是平台的衣食父母，也就是你。但是也别像谈恋爱一样，你别和他玩抽象，别讲道理，别让他费脑子。你的文案标题和标签呢，得让他轻易识别归类，他才能把你的视频推出去。那我这种不垂直内容，全内容型博主，多元内容型，怎么走？这条路走得通吗？也许回归垂直内容才是真正的王道。也许我并不突出，就不该搞花里胡哨的。就算嘴皮子练好了，如果算法还是看不懂你，那花了那么大的劲干10000部视频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但我没那么容易气馁，我只是把我的想法丢出来，符合我的风格内容，想到什么说什么。虽然说我也没找到什么解决方法，可能要继续做内容，边做边想，方法总比问题多。好吧，我在想，也许问题不是观众不喜欢，也不是内容不够好，而是平台它根本就认不出来你是谁。你每一支视频都像是不同的人在做，风格不一样，语气不一样，节奏不一样。那今天搞笑，明天搞深沉，后天像个纪录片，你自己都觉得自己的风格跳跃很大。那平台这种死板的推荐系统会不会更懵逼呢？他没有办法判断你是做哪类的内容，也就没办法放心的把你推荐出去。每发一支新视频，平台都得重新猜一遍你是谁。那你等于每一次发的视频都是冷启动，重复冷启动，前面几十条视频积累的经验，积累的用户画像，根本派不上用场。你拍的越花里胡哨的花，他就越 get 不到你。不是他嫌你多，而是他不知道你本来是什么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风格统一这件事情不是给观众看的，是给平台识别你用的。风格统一不是让你单调，它只是想要有一个基础模型，一个依据。算法是在问我能不能放心的把你推荐出去。算法不是人，它不感性，算法也不会琢磨你说的话有多深奥，算法只认那一套特征。语气、节奏、画面、封面、结构，你给他一套稳定的东西，他就认识你。如果你一会儿像脱口秀，一会儿像知识博主，然后一会儿像生活 vlog， 那他干脆不赌了，直接让你凉着，把你限流更好。流量很宝贵的，把这些流量给风格更稳定的博主，何乐而不为？所以我后来想，可能不是我的内容不够精彩，是我每次给平台的信号都太复杂。你想，每一次你如果拍一个视频都换一个样子，换一种风格，换一个题材，那平台就只能当你是新账号，没有归类，没有历史数据可以复用，也没打上标签，他怎么敢推你？所以不是多元内容不行，而是你得先给他一个稳定的识别锚点。你可以风格百变，但你得让平台知道，不管我怎么变，都是我。就像我现在这套在车里拍，大胡子，对脸口播，有时候正经，有时候疯疯癫癫。也许这是一种人物特征，可以当做识别信号吧。我简单来说，就是不管你以后要做什么内容，你一开始做的时候，前期做的时候，你不需要拍得多么精致、多么高端，而是你要让系统、要让算法5秒钟之内就能明白啊，是你，又是你，不错不错，我认得你。你得先被算法给认出来，才能被算法放心的推出去。那这种风格要维持多久呢？我也没有答案，但我猜大概是要维持到平台和观众都认定了你这个风格吧，才有可能突破。比如一开始你只是做一种内容、一种风格，有了基础粉丝之后呢，数据都稳定了之后呢，然后你再开始加点别的，加点这个，加点那个，就变多元了。所以即使你是做多元内容，你想什么话题都讲，那一开始你还是得垂直一下，还是得固定一点。你不能一开始还没有建立起这个身份，就急着变脸，就急着玩花里胡哨的，不然你不是风格灵活，算法看你就像看一个精神分裂，账号分裂。所以我现在的重点可能不是我要讲多少种内容，而是我能不能用一种方式先讲一种内容，把这种内容讲成我的风格、我的味道，能让算法很快知道我是谁，能不能不要让算法去猜，就能知道我是干嘛的。这也许才是内容能不能被推荐的关键。我不确定，这只是我今天的一个想法，但我越来越觉得这可能才是真正的破局点。